美军这次准备大动干戈了，但是你们绝对猜不到，老美这次他把这个目标锁定在哪儿？不是那个伊朗的首都德黑兰而是一座面积仅仅只有20平方公里的小岛。那为了拿下这座小岛，老美这次他可没有打嘴炮，人家那可是真金白银的调兵遣将啊。咱们先看这个海上先锋官美国海军的那个什么迪黎波利号2栖攻击舰它本来是在日本那块待着的，结果被这个五角大楼一纸调令火速就横跨了印度洋，杀到了中东。这个玩意儿它可不是普通的运兵船那可是准航母呀。这甲板上停着能垂直起降的 F-35B， 里面呢还装着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这还没完它后面还跟着全世号编队，又拉着2500多人。这2股力量要是在波斯湾的海面上碰上头，那光是漂在水上准备随时往岸上冲的先头兵力，它就达到了7000人啊！最让我惊掉下巴的是五角大楼那帮人他还嫌不够稳，还在考虑从这个美国的陆军第82空降师里，还要直接抽调一个大约3000人规模的作战旅，直接派到中东待命啊！那这就意味着如果这批空降兵也加入了战局，那美军为了拿下这座面积才20平方公里的小破岛，这个总兵力它将直接飙升到1万人的恐怖规模呀！1万人去打一个只有2个村子大的小破岛，这个兵力密度，平均每2个平方米就能站个美国大兵啊！这哪儿去打仗啊？这简直就去岛上搞那种什么大型的露天摇滚音乐节啊！而且还是全副武装那种你说调动这么庞大的兵力他每天呢还烧着几千万美元的油费，这美国的算盘到底怎么打的呀？他们的目标就是那座名不见经传的哈尔克岛。很多人可能纳闷这老美放着这个伊朗大片陆地不打，他为啥偏偏跟这个小破岛过不去啊？咱把话说明白这个岛呢就是伊朗石油出口的唯一命门。伊朗这个国家吧，大伙都知道中东大户这地底下那随便砸个孔都能冒出来黑金。但是这石油挖出来的不算本事你得卖出去换成真金白银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你以为这个伊朗随随便便在这个海上建个码头，就能把这个原油装船运走吗？错，伊朗本地的海岸线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地理缺陷，就是那个水太浅了。靠近大陆那些海域那基本上都是些浅滩和烂泥巴地。那现在国际上那些运石油的超级巨轮那个吃水深度简直吓人。你要是让这种巨轮强行靠近伊朗本土的海岸线去装油，那个后果只有一个，船底直接干泥巴里，卡得死死的。所以这个伊朗人他就找来找去，终于发现了哈尔克岛这块宝地。那这个岛吧，算是小的可怜但是它有个逆天的优势它周围的海水极深，这是伊朗整个海域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让那种几十万吨的超级巨型油轮靠岸停泊抽油的地方。那正是因为这种地理条件所以伊朗就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全部集中在这个小岛上。据统计这个伊朗全国大概90%的原油出口都要通过这座岛屿输送到世界各地。兄弟们，这哪是岛这分明就是一台日夜不停的印钞机伊朗人在这个小岛上那可是下血本建了极其完善的石油处理设施。深水码头都建了好几个，那岛上密密麻麻的建满了巨大储油罐。更要命的是这个伊朗呢，它在海底修了5条粗大的海底输油管道，就是把这个岛和伊朗本土最富庶的油气产区像这个输液管一样死死连在一起。所以你看懂美国人的毒计了吗？五角大楼的算盘打着噼里啪啦响，只要我派兵登上去把这个岛一占，那或者干脆把上面的设施给你炸个稀巴烂，你伊朗的石油就一滴也卖不出去，那你国内的经济不出3个月就得全面崩溃。退一万步讲，就算这个美军不炸了，只要这个大兵们端着这个枪站在岛上，美国在谈判桌上他就多了一个分量极其恐怖的筹码这就是美国眼里的完美剧本不用这个全面侵入你的本土，只要这个一刀切断你的大动脉，用绝对的武力优势强行瘫痪你的经济命脉，逼你跪下唱征服。可是战争这个玩意儿吧，从来都不是美国单方面写好的剧本你老美能想到掐脖子，人家伊朗是傻子吗？人家在中东混了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他们用脚头想都能预判到，一旦美伊真的彻底撕破脸，那哈尔克岛它绝对是美军第一波狂轰滥炸派兵空降的核心首要目标。所以呢，这几年来你以为这个伊朗人在岛上光顾着数钱了？
大错特错，他们早就悄悄的把这座原本只是个大型加油站的岛屿，改造成了一座武装到牙齿、戒备森严的海上堡垒啊！这伊朗人的战术很明确啊，你想来咬我一口，行，但我绝对要让你崩掉满嘴的牙，咽下一肚子血。首先呢，这个岛上的守备力量换人了，以前呢可能就是一些普通的保安或者常规军。那现在呢？整座岛上的防务啊，直接交给了伊朗最精锐、最忠心、战斗力最强悍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全面接管了呀。那这帮人啊，他可不是说是那种领着工资混日子的少爷兵，那都是随时准备给你同归于尽的狠角色呀。其次呢，就是丧心病狂的物理防御啊，就在这个小岛周围啊，那所有能让美军气垫船登陆的沙滩、水域，早就密密麻麻的布设了数不清的反步兵地雷和这个反装甲水雷。你美军的船啊，只要敢靠岸，轰隆一下，直接让你回老家。天上飞的也别想跑。那针对美军最擅长的这个直升机突击和战斗机轰炸，岛上的守军啊，在那些油罐子和那个防空洞的掩体后面，藏了海量的肩扛式地对空导弹系统和防空高炮。一抬头，天上全都是交叉的防空火力网。而且这个岛上的安保级别那是高到让你觉得离谱的程度。这就意味着这个老美引以为傲的 CIA 间谍情报网在这里他根本就渗透不进去。美军呢只知道岛上有重兵，但这个敌人的火力点在哪儿呢？这地下的坑道在哪儿呢？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啊！那这种依托这个极其狭窄的地形，进行超高密度、不计成本设防的战术，直接把美军夺岛难度从这个困难模式一脚踢到了地狱级灾难模式。其实这一幕吧，它像极了硫磺岛战役。如果五角大楼那些将军们还有点历史常识，那他们现在觉得应该浑身冒冷汗。当时这个美军要去攻打日本的硫磺岛，那是个多大的地方？大概是21平方公里。各位，你们听听，这个面积跟今天的哈尔克岛，它是不是惊人的重合呀？那当时的美国海军那叫一个不可一世呀！美军呢是拥有100%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当时的美国指挥官那是牛气冲天的，拍着胸脯向国内保证。兄弟们，咱们上去溜达一圈，最多就5天啊！我就把这个星条旗插在山顶上。结果呢，这场原计划5天结束的战斗，足足打了36天。日本人根本没有在海滩上跟着美军硬杠，而是把整座岛的地下全部掏空了，需要这个无数的防炮洞、暗堡、地下通道。那美军的飞机大炮炸了几个月，把岛上的石头都炸成粉末了。结果这个日军呢，躲在这个地下，屁事都没有。等美军大兵傻乎冲上岸了，那四周的暗堡里机枪火射像那个毒蛇一样喷出来，美军是成片倒下。在那场战役里美军的伤亡大概是21000人，那占到了整个登陆部队的1/3啊！那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绝无仅有的登陆一方伤亡人数超过防守一方的战例。几十年前，在没有这个制导武器没有无人机的情况下，靠这个坑道和轻武器，日本的守军呢就能让美军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而今天美军要面对的哈尔克岛，那防御态势跟当年的硫磺岛简直是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的伊朗守军手里拿的呢不再是步枪了，而是什么反舰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和现代防空系统。老美这哪儿去打仗这简直照着当年的剧本准备再去地狱里走一遭很多这个军事专家早就拿着放大镜在这个地图上推演过了。这个仗真要打起来，美军都不用想什么完美剧本美军就会立刻掉进伊朗人设好的战术陷阱里。首先你想进这个哈尔克岛，那你就得过这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地方窄得跟胡同似的，伊朗人的快艇、水雷、岸基导弹早就把猪眼锁定了。你那100亿美元的航母开进去，就像一头肥猪进了窄巷子，出来挨子没别的路呀。这伊朗最擅长的群狼战术会让美军在还没有看见岛的时候，就先在海面上举行军舰沉没仪式。有人说美军有直升机有这个第82空降师呀。可是这个直升机降落那几秒，就是最笨的空中网吧。伊朗兵扛个便携导弹，一发呢就能送几十个大兵去见上帝。伞降更不用说了，波斯湾的复杂的海风一吹，指不定就掉进雷区了，原地落地成盒这种空中靶子是伊朗人最喜欢的猎物。那咱们退1万步讲假设这个美军真有神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把岛给占了，你以为就赢了？我告诉你，噩梦才刚开始。这哈尔克岛呢，它离这个伊朗本土它只有区25公里
25公里啊，都不用什么高大上的洲际导弹了，加个几百门老式火炮、重型火箭炮，每天24小时啊，对这个岛上狂轰滥炸。那岛上没遮没拦的，美军躲哪儿呢？这不叫占领啊，这叫被伊朗人呀圈起来，当成长期练靶场。撤军那可是当着全世界的面认怂啊，大国的脸面掉在地上踩稀碎啊！不撤呢，每天都有人领盒饭，这就叫添油战术。老美呢会被这20平方公里的泥潭啊，活生生耗干最后一点国力。那咱们聊完打仗啊，得聊聊跟咱们老百姓相关的钱。很多人觉得他在这打他的，我在这过我的。嘿，你想简单了。如果这个哈尔克岛开打，或者说被炸平了，那就意味着这个伊朗90%的石油出口瞬间归零。你琢磨琢磨啊，这个全球的石油市场少了这么大块肥肉，那个油价还不跟做了二踢脚似的，一路蹿升啊！到时候啊，别说美国国内那点可怜的战略储备了，全世界的能源供应线都得心肌梗塞。到时候啊，你去这个加油站加箱油，一看价格呀，估计心肝都得颤3颤。这个买单的人啊，终究呢还是全世界勤勤恳恳工作的普通老百姓。所以说呀，美军这1万人的调动，其实呢是把全球人民的冷暖架在火上烤啊。最后呢，咱们往深了看一眼啊，这为什么美国非要在这个时候，在中东这么个弹丸小岛上投入这么多精锐啊？其实吧，这就是典型的战略焦虑。美国现在在太平洋那边被咱们中国的发展给逼得有点乱了方寸了。他就想通过在这个中东搞一次大胜仗，来证明自己还是那个带头大哥，想让那帮开始心猿意马的小弟们老实一点。但是他选错了对手啊，也选错了战场。他把原本该在亚太搞威慑的力量全部填进了中东的窟窿里，这就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当美军在这哈尔克岛给伊朗人玩命的时候，他回头一看，太平洋这边的形势恐怕早就不是他能说了算了。这就是历史的讽刺啊！一个帝国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它往往不是被这个强敌一下子打垮的，而是因为这种不自量力的瞎折腾啊，把自己最后那点血量，一点一点的在这些毫无意义的泥潭里靠近了。那最后你们觉得美军这次敢不敢真开火呀？